他总觉得对不起你，愧对于你和老曾医生。何月华说道，你二叔对他像对待自己的学生一样。他说他从二叔这里学到了很多，可是因为他母亲的原因，他已经没有脸面再见你和你家里人。他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，给病人看病都有点心不在焉的。我和他聊了几次，他才有好转。毕竟林医生是个医生，如果天天这样心不在焉的，给病人看病就容易出差错，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他跟在林医生身边几年，也学到了不少。打针减药的时候，会仔细看过林医生开的药方，发现问题了会立即纠正，避免了出现开错药的事故。曾小雅说道，林学长带着他妈妈过来道歉，我已经接爱了他妈妈的道歉，也和他说了是他妈妈的错，又不是他的错。事生时林医生还在醉睡，压根儿不知道他母亲会跑去医院辱骂曾小雅。他心里是明白的，他和曾小雅不会有结果，想着做不成夫妻还能继续做朋友的。他去找战月聊天后又去喝酒，那是为他爱慕曾小雅做最后的了断，最后一次因为爱而不得喝酒。酒醒了，他就会彻底放下，真心祝福曾小雅和战月。谁想到他妈妈会因为心疼他跑去辱骂曾小雅，但他还是自责，毕竟是因为他妈妈才会跑去骂你。曾小雅默了默后说道，何小姐今天来找我，是想让我去劝一劝林学长吗？那倒不用，我已经开导过他，他最近也恢复如常了。你不是问我的近况吗？我就照实说的。何月华感受得到林医生已经对曾医生死心，最近对他好了很多，几乎每天晚上都让他陪他散散步、逛逛街，两个人的话题也越来越多。林医生的父母，何月华顿了顿后说道，他爸爸还好一点，他妈妈其实的确是个很不讲理、很自私的人，不过无妨，我能哄好他们，让他们喜欢我，接受我，让我成功嫁给林医生，不枉我爱慕他这么多年。哪怕对方的心没有完全在他身上，他都忍住了，没有找过曾小雅的麻烦，这才是林医生最后还是选择他的主要原因，觉得他性子好。当然了，也离不开他在生活上对他的无微不至。曾医生工作很忙，的确无法像他这般照顾着林医生，他被他照顾惯了，若是他能成功和曾小雅在一起，家里的大小事就要他去负责了。他去照顾人和被人照顾，感受是不一样的。林母，何小姐知道就好，现在他们被你哄得开心，是你想着嫁给林学长，当你嫁给林学长了，不需要再哄着他们，你们双方都会原形毕露。何小姐，你还是要好好考虑。何月华笑了笑，说道，以我的条件，我能找到林医生这样的，算是很好的了。我是跟他过日子，又不是跟他的父母过日子。他在房里有房有诊所，我们婚后还是长期留在市里，与他父母相处的时间少，逢年过节就那么几天的时间，就算他父母来市里，也不会一直住着。时间短，我还是能演戏的。若是他们要住在市里，或者要我回他老家长住，可能就会爆发矛盾，婆与媳嘛，天生就是敌对的关系。没有多少对婆媳真能处得如母女一般好的，矛盾能少一点就不错了，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。林医生心里也清楚的，他家里还有兄弟姐妹，所以他宁愿帮扶着兄弟姐妹，给他们一点钱，让他们好好照顾他的父母，不要让他的父母经常跑到市里找他，烦着他。他的兄弟姐妹也明白的，他们家就他最能赚钱，若是让父母天天跑来烦他，影响他赚钱，对他们也有损失。又沉默了片刻后，何月华继续说下去，我自己的父母也差不多是那样的人，我都懂得，也能处理好矛盾。谢谢曾医生的提醒，他们都是成年人了，自己选择的人，选择的路就不会后悔。曾小雅说道，你考虑清楚就好，两人又没有太深的交情，不过是知道彼此而已。曾小雅会提醒几句，是站在女人的立场上，好心提醒几句。
对方听就听，不听，曾小雅也不会再说下去。好一会儿后，饭菜上来了，两个人边吃边聊，很多时候都是何月华在说他和林医生以后的生活，曾小雅时不时说上两句，更多的是祝福。不管何月华以后会不会后悔他选择了林医生，又是他爱慕了多年的人能修成正果，曾小雅愿意送上真诚的祝福。饭后，修月华从他的包里拿出了一份请帖，他将那份请帖递给曾小雅，笑着：曾医生，其实我和林医生已经定好了婚期，今天过来找你，主要是想给你送份请帖的。见到曾小雅时，没有第一时间拿出来给曾小雅，是何月华多少都有点担心。现在聊了那么长时间，他完全可以确定曾小雅是真心祝福他和林医生的，他放心了。林医生很快就会成为她的丈夫，以后只会是他何月华的男人。曾小雅接过了那份请帖，打开来看过后，看到办婚礼的日子是在寒假期间，临近过年了。她问道：你们的婚礼是在林学长的老家办，还是在市里办？你们婚宴的酒店我不熟悉，不知道在哪里。何月华答道：是回他老家办婚礼，这家酒店是他老家镇上的酒店，他老家离我老家也不算很远，两家的亲戚都聚在一起吃饭喝酒，就是婚宴只在林医生的老家办，不会再回何月华的老家再办一次。反正两家距离不算很远，双方的亲戚都邀请到镇上的那家酒店吃饭。曾医生，你能来吗？曾小雅说道：现在我也说不准，那个时候如果我无法休假，那我给你们发个红包，人就不到场了。要是遇到我可以休假，我会过去喝杯喜酒，见证你们的幸福。他和林学长又没有成为仇人。曾小雅没有把话说死，但也没有给何月华肯定的答复。还有1个多月的事，他说不准。何月华笑着，也是，明天的事谁也说不准。曾医生有空的话，一定要去喝我们的喜酒。要是曾医生能带着战先生过去就更好了，让曾小雅见证他和林医生的幸福，带上战月的话，也能让林医生彻底死了心，以后和他过着安安稳稳的日子。曾小雅哪有不知道何月华的想法，她说道：你们没有邀请战先生，他怎么会过去？我要是没空的话，就让我二叔去一趟吧。二叔还是走得开的，林学长给二叔当了2年学生，虽说林母的所作所为激怒了二叔，小雅都不计较了，二叔也不会再记恨下去。请帖交到二叔手里，二叔应该会去一趟。何月华说道：我们和战先生不熟，也不敢给他送请帖，送了战月也不会赏脸，除非曾小雅去，战月作为曾小雅的男朋友陪着他过去，曾小雅都未必会去，就更不要说战月了。何月华知道自己也就是想想，战家的少爷岂是那么容易请得到的？听说很多邀请函送到他们公司去，都还要经过筛选，重要的才会送到他们的办公桌上，不重要的秘书就刷掉了。何月华结了账，2个人一起走出本地菜馆。何小姐，我先回去。曾小雅看看时间，已经下午1点过，回家还能睡上10几20分钟的，不管睡不睡得着，躺下闭目养神也好呀。好，曾医生，再见。何月华站在他的电动车子旁，目送着曾小雅远去，他才骑上他的电动车回林家诊所。诊所的门还没有开，林医生中午也要午休，他和同事一起下班，诊所中午就会关门。何月华的车子停在了诊所的门口，他用林医生给他的钥匙打开了诊所的门。没2分钟，林医生就来了。看到门已开，林医生进来后问他：月华，你咋来的这么早？中午没有休息吗？刚吃完饭，已经1点多了，就不睡了，干脆过来开门。林医生，你可以多休息休息的，不必着急过来。何月华温声说道：诊所里有我呢，我就睡半个小时可以的了。
林医生走到诊桌前坐下，何月华走过来，在桌子的一角拿起茶壶，看了一下，问他是重新沏一壶给你，还是加点热水？重新沏一壶吧。何月华便拿着茶壶走了。一会儿后，他沏好了一壶茶过来，放下茶壶。他在林医生的对面坐下，看着他，想了想后，说道：“阿健，我送了一份请帖给曾医生，邀请他参加我们的婚礼。你不会生气吧？我就是想让他见证我们的幸福。”林医生淡淡的道：“我说了，你这边的亲戚朋友，想请谁，你决定就好，请了谁，我都没有意见。”停顿了几分钟后，他还是忍不住问：“小雅有说什么吗？”曾医生说1个月以后的事，他未必就有时间去参加我们的婚礼。他说他去不成的话，就让老曾医生去。林医生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他的内心是希望曾二叔能去齐家他和何月华的婚礼。下午，战氏集团副总裁办公室，战逸晨看着进来后，就坐在他办公桌前的老八，问他：“老八，你有什么事？进来也不说话，坐在这里看着二哥做什么？是不是觉得二哥成熟稳重，越来越有男人的魅力？”战月说了句：“二哥一直都很有男人的魅力，不过二哥已经结婚，再有魅力也不能迷住外面的女人。”错，外面还是有很多女孩子被你二哥迷住的，是你二哥视他们如空气。你二哥我满心满眼都是你二嫂。行了，知道二哥专情。二哥，你当初向我二嫂表白，有没有做好准备工作的？我计划向小雅正式表白，想来想去都还没有确定一个表白的方案，想向二哥取经。战逸晨说道：“我向你二嫂表白的时候，并没有准备方案呀，你问问你其他哥哥吧。不过我觉得真心最重要，送束玫瑰花，送一份他喜欢的礼物，告诉他你爱他不就行了，还需要什么表白方案？我没有准备过表白方案的，我和你二嫂从接近他就知道她是我要娶的女人。真要弄大一点的阵仗，就在他家门口摆上一片花海，用鲜花拼出一句爱语，这个阵仗就够大了。虽说很多人都用过，没有什么新意，但永远都不过时。女孩子面对那用鲜花拼成的爱语，被他们也喜欢的男人当众表白，他们已经很开心的了。战月，我想来想去也想就这样表白算了，又怕委屈了小雅。战逸晨说他表白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？你的哥哥们哪一个表白时弄出很大阵仗的？你能弄出大阵仗，曾小姐保管很开心。老宅那边的玫瑰花现在开得正好，要不要打电话回去，让人帮你剪下来，整理好运过来，让你亲自用花朵摆出爱语。战月说道：“真用这个方案，我自己会打电话。你们俩现在等于在恋爱了，郎有情妹有意的。我想曾小姐并不在乎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表白，只要你正式向她表白就行。老八，以我们这些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，真心最重要，送什么都是锦上添花的事。咱们兄弟几个都是没有浪漫细胞的，就实实在在的可以了。在我看来，你比我们这些哥哥做得更好了，至少你们是正常发展的。”战月笑道：“二哥和二嫂不是正常发展吗？也没有走什么捷径呀。”战逸晨哑了哑口：“好吧，的确是那样。是了，告诉你一个消息，程医生这个周六过来。你不是说曾小姐很想结交程医生吗？你跟他说一声，让他周六休假，你带他回老宅，安排他和程医生认识，然后你带他到花田赏花，再在花田里向他表白，成片成片的花海包围他。你有表白，保管他幸福感爆棚。”战月问道：“程医生自己来吗？周六过来，应该是一家3口吧？”战逸晨答道：“换做平时的话，孩子要上幼儿园，军勤要上班，就是程医生一个人过来。”战月哦了一声：“等会儿我就告诉小雅，她保证会很开心的。答应过曾小雅要介绍她和程医生认识的，总算能兑现承诺了。二哥，你忙，我回去做事了。”
战月决定采取二哥的建议，等到周六带曾小雅回老宅了，在花田里向曾小雅表白，那里有成片成片的花海，还不用剪下来，也足够浪漫。滚吧！战月边起身边说道，我不会滚。二哥，你表演一下给我看看吗？滚！战逸晨笑骂，我要去告诉二嫂，说你骂我，叫我滚。战逸晨就要抄起东西砸他，战月赶紧跑。傍晚有空帮我接一下乐乐。战月已经拉开了办公室的门，他扭头说，二哥，叫我滚，还要我去帮你接娃。在二哥做事又要拿东西砸他的时候，他咻一下跑出去，办公室门都没有关上，还要二哥的秘书帮忙关上门。老八走后，战逸晨打电话给老婆大人，等宁云出街听电话了，他对老婆说道，老婆，晚上咱们出去浪漫浪漫。乐乐怎么办？宁云初反问他，有了孩子后去哪里，孩子都是个跟班，成了最耀眼的电灯泡，还不能打不能骂不能赶走的电灯泡。战逸晨还要把那盏电灯泡当成祖宗伺候呢。我让老八等下帮我们接乐乐，他接了乐乐，当然就得帮我们带一个晚上，咱们正好出去浪漫浪漫，好好玩一玩，放松放松。宁云初笑道，老八有空吗？他去了你那里。来了，下午一上班就过来，问我有没有好的表白方案给他。我给他提了2个建议，不知道他有没有采用，管他呢，那是他的事。我叫他傍晚去幼儿园帮我们接乐了，他会去的，咱们就不用带娃了，只要让当叔叔的去幼儿园接娃，接娃的那个人晚上就要当奶叔叔，负责照顾孩子1个晚上，直到兄嫂过来接娃。行，你安排。宁云初很心动，没有拒绝老公的安排。有人带娃，夫妻俩可以出去过2人世界。我提前下班去接你，咱们先去吃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，然后再去公园散散步，顺便看看音乐喷泉，再去看场电影，看完电影带你去逛街购物。宁云初笑道，你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，我都听你的。战逸晨也笑，傍晚见。我赶紧将手头上的工作处理完，那样才能偷得浮生半日闲。夫妻俩结束了通话，战逸晨赶紧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。从战氏集团离开的战月回到他的公司了，才发信息告诉曾小雅，程医生会在这个周六过来，约他周六去游游山庄吃饭，顺便介绍他和程医生认识。曾小雅很快回复了他，告诉他这个周六他一定会休到假的，不会错过和程医生见面的机会。战月忙了一会儿，记着二哥要他去幼儿园接乐了，他提前10分钟到了幼儿园门口，意外的看到了宁天磊。天磊，你来接乐了吗？战月问他。我出差了一段时间，刚回来，想乐乐了，就想来接他，打电话给我大姐。大姐说你过来接乐了，我想着在这里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遇到你。宁天磊是很疼爱乐乐这个外甥的，怪不得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了，原来是出差了呀。我二哥叫我接乐了，我便过来了，早知道你有空，让你去我那里拿接送卡了。宁天磊笑道，我也是刚从机场回来，临时决定的。于是2个人就在幼儿园外面等着乐乐出来。10分钟后，乐乐跟着生活老师出来了。八叔，小家伙眼神利得很，一眼就从人群中看到了他的八叔。因为他的叔叔们都高大俊美，在人群中特别的抢眼。战月将接送卡交给老师后，笑着抱起了乐乐。八叔来接你开心不？开心。八叔，你怎么有空来接我的？你爸让我来接你，就算没空我也要有空，天大的事都不如接你重要呀。乐乐很开心。乐乐，宁天磊叫了外甥一声。乐乐看过去，见到是一段时间不见面的舅舅，他惊喜地叫了一声舅舅，就朝舅舅伸手，要舅舅抱他。战月将侄子递给宁天磊，
还轻拍了一下侄子的小屁屁，看到舅舅就不要八叔了。乐乐亲热地搂抱住宁天磊的脖子，八叔经常能看到，我舅舅都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了。战月笑着轻刮一下他的鼻子，两个人抱着乐乐往回走。天磊，你刚回来，应该没有开车过来吧？要不我送你回家，乐乐交给你照看。也行。宁天磊没有拒绝，乐乐却说道：八叔，你给我做饭吃，我舅舅做的饭没那么好吃。宁天磊的脸红了。乐乐，舅舅很努力学做饭的了，他觉得自己的厨艺进步很大，当然了，无法跟从小就学习做饭的战家少爷比。乐乐说着实话，舅舅做的饭菜不如我八叔做的好吃。他对战月说道：八叔，好吗？我爸爸妈妈肯定没那么快回家，舅舅做的饭菜只能勉强吃，还是八叔做的好吃。爸爸在家，就是爸爸做饭给他和妈妈吃，爸妈都不在家的话，厨师会做饭，饿不着他。不过乐乐还是更喜欢吃爸爸做的饭菜，还有就是几个叔叔做的，连严肃的大伯烧的菜都比舅舅做的好吃。他问过妈妈，为什么舅舅经常做饭，都做的不如爸爸他们做的好吃。妈妈说，做饭也讲究天分的，有些人没有那方面的天分，再怎么努力也就那样。妈妈还说，等他再大一点，就让他学着烧菜做饭，说他们战家的孩子都要求全面发展的，烧菜做饭不仅是养自己的胃，将来也能养他在乎的人的胃。战月清点一下他的额头，你这是赖上八叔了。八叔还想着送你和舅舅回家了，就自由了呢，还要八叔给你做饭。行吧，八叔给你做好吃的。战月认命了，在他前来接乐了，就注定了今晚要当一回奶叔叔。